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、张晚意长相思官博释放上线信息，播出方式惹人吐槽。作为90后4小花旦之一的杨紫，明明既有颜值又有演技，但似乎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运气。好在她足够坚韧与执着，23年对于杨紫来说，或许会是事业的另一个攀升点。前不久，杨紫携手范丞丞主演的《要99爱》正式杀青。近日，由杨紫、张晚意、邓为、戴露娃、王弘毅领衔主演，谭健次特别主演的《长相思》又传出了好消息。《长相思》官博开始胎动了。在剧集未上线的情况下，除了节假日或主要演员生日外，官博一般都是静悄悄的。除非剧集即将上线，官博为了后期宣传会先发博带动氛围，随后才是演员推剧。而最近有细心网友发现，仅4月份《长相思》官博就连续发了好几条动态，可以说是十分活跃。因此，网友也纷纷猜测，是不是《长相思》即将上线了？《长相思》作为一部顶级 IP 制作，自官宣开始就备受外界关注，尤其是女主的扮演者杨紫。从业这么多年，杨紫从未脸谱化自己的性格和演技，所以一直以来在她的身上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标签。她总是擅长用自己娴熟的演技，收放自如的情绪转换，将观众带入角色中去。在她的演绎下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又灵动的人物。此次，杨紫在剧中饰演的是女主小妖。除了参演演员格外被关注外，该剧可以说也是充满了看点。有长相思、长相守、长相义3种情感关系，也有细腻描绘爱情中青梅竹马、相互救赎、爱而不得的情感纠葛，更有如墨共担的亲情和家国天下的格局。如此纠葛的感情走向也是十分吸引人，再加上参演的男演员每个都十分的出色，女主和谁在一起都让人觉得不甚满意。由此也可以预想到他们之间定会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来。不仅仅是观众对这部剧寄予了厚望，在腾讯视频待播剧招商看点中，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二。资方给杨紫的定位是爆款实力女主，对于她的搭档张晚意、邓为、谭健次则是用简单的4字概括引爆市场。可见招商对于《长相思》后续的影响力还是很有信心的。不过《长相思》的播放方式却引来了网友的强烈吐槽。有网友透露，《长相思》将分为上下2部，初定5月播上半部分，8月播下半部分。其实细究之下，不难发现，其实这一消息也非全无道理。众所周知，由于该小说篇幅较长，改编成电视剧后，为了不与原著偏离，剧版的《长相思》长达72集，这就对播出方式有了限制。为了避免国产剧注水严重，早前广电局就曾下达过最新通知，电视剧集数不得超过40集。在此情况下，《长相思》想要上线，只有2种办法。第一种，删减剧情，虽然此举最简单，最终的呈现效果肯定不是十分完美，毕竟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。近日热播的剧集《长月烬明》原本有58集，后为了顺利播出，就删掉了18集的时长。这也导致角色的高光时刻几乎都被一剪没了。对于资本方来说，或许只是少挣了点钱，但对于观众而言却充满了不可弥补的遗憾。所以，删减剧情这个办法虽可行，但也是观众最不愿意见到的。第二种就是分为上下2部，如此剧情既能保持连贯，又能让角色更加饱满。但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2部不能同时上线。对于这个，广电也有硬性要求，2部必须分开上线，间隔最少就是3个月。此情况下，也就是说，随着时间的消磨，电视剧的热度容易被分散，观众的粘性就被削弱。欢乐颂系列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，欢乐颂3播出的时候还是稍微有点热度的，也能带动观众的共鸣，引起关注。欢乐颂4就差太远了，一上线说是直接砸穿了央视的地盘也不为过。当然，这也跟剧情的走向有着莫大的关系。鉴于此，好像哪种播出方式都不可行，也有观众提出，剧方可以延长每集集数的时长，这也不失为是一种最佳的方式。至于到底采取哪种播出方式，我们也只能静待官方的通知了。不过，好饭不怕晚，也不限于播出方式，只要剧集肯来，观众还是很乐意等的。02
备案70集《长相思》或上下部分播，间隔3个月，网友真服了。剧集注水这一现象，自《花千骨》开始至《香蜜》达到顶峰。前者在开播之后广受好评，播出卫视为了能够拉长战线，吸引更多的热度，光是前情回顾就要占据好几分钟，再加上片头片尾曲，一集的内容能拉扯到将近2集播完。即使当时剧是足够火热的，观众也难免会介意这种狂倒水的操作。后者的原著小说本就不是大篇论的，要是改编成剧的话，30集左右就是极限了，既能够还原原作名场面，又能给到编剧发挥空间。当初接下这个项目时，编剧方面只准备了36集，结果片方为了能赚得更多一些，硬是要求加到50集，编剧没办法，只能拖到43集交上去。最终成片出来，原定36集的变成了63集。前期节奏紧凑，后期疯狂水剧情。男配润玉被质疑加戏，女配刘英那条感情线删去，对主线是没有任何影响的。认注水风嚣张瞬间后，官方正式出手了。先是限制了一部剧的体量最多是40集，后是不允许上下部连着播出。在这种硬性规则之下，新上映的《长月烬明》一删就删了10几集，《长月烬明》过审58集，删减之后多处高光没有《长相思》或上下部分播。在片名过审之前，其实《长月烬明》就先行精简了几集来着。原以为58集算是刚刚好的，毕竟剧版要讲述3对情侣的虐恋情苦，且有4个角色拥有3世情缘，相当于编剧要一下子刻画12个人物。不仅演员压力大，剧方也蛮紧张的，所以58集的消息出来时，观众还是蛮接受的。谁料这遇到新规来袭，一下子删到40集，男女配如何相知相恋，仅有闪回一个镜头就带过。桑九明叶还没认识多久，感觉就要相虐一生，一切都来得太快了。随着剧集的播出，大众的唱衰之声反倒是越发浓烈了。眼见罗云熙与白鹿都没能拯救，口碑颓势长相思未来的境况就更让人担忧了。要知道备案上下部分别有35集的他，光是拍摄时长就有足足半年。即使据路透曝光，剧组没拍那么多，但也有50集出头，显然要是合成一部播的话，是不符合规定的。然而要硬剪的话，长月丢了多少高光，他就会流失多少经典场面。这种情况肯定是剧方不想看到的。自己辛苦拍摄的片子，最后因为要过审而剪得支离破碎。既然不想筛，那么就只能上下部不连播。据爆料来看，开机已过1周年的《长相思》，目前的打算是5月播第1部，8月再放出第2部。对此，网友的评价是极与极严重的。原著主打细腻感情，网友评价2极分化，女主杨紫扛起大众期待，断更无疑是对观众的折磨。剧目就算更得慢，一集一集的放出，那起码是有盼头的。如果断开更新，且还是整整3个月的话，那么观众自然是觉得不妥的。面对这样的新规定，有网友直言是真服了，足见是有多无奈了。有人唱衰，觉得热度连贯不起来；有人就选择相信剧方，好剧是等得起磨练的，好演员是能够带给大众惊喜的。长相思既然原著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绩，那么影视化之后必然不会拉垮。且杨紫童星出身，入圈这么多年，剧本好与坏她是能分辨清楚的。这部剧是她在离开老东家之后第1次自愿加入的剧组，剧因为有了她的加盟而轻松升级为 S 级加。03长相思被曝分上下部播出，准备冲刺暑期档。近日有消息爆出，长相思因为集数太多，所以拆分为上下部，而且因为超过40集不能连播，所以预计5月份播出上部，8月份播出下部。长相思播出平台为腾讯视频，目前已经很多人预约了。如果真的分为上下部，剧情也将更加连贯，人设也更加完整，比起赶进度一口气播完，但是剪辑混乱，剧情跳跃，还需要自己脑补等等也没关系了。此剧由企鹅影视、星联影视出品，杨紫、张晚意、邓为、谭健次主演，改编自童话小说。同时童华也担任这部电视剧的编剧，相信对电视剧质量一定会严格把关的。长相思中女主小妖和以前杨紫饰演的角色都是一个类型，有点傻白甜的既视感。
之前在《欢乐颂》香蜜沉烬如霜，沉香如屑中，她的角色几乎千篇一律，但是也完美诠释了角色。虽然一直在舒适区，她也在努力寻求突破。无论消息是否属实，只要把剧做好，静待佳音又何妨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